今天来看到的这台是我期待了太久的 R 魂，来自海盗高达 Dust 中登场的幻影高达 V2 和 V2 改。其实海盗系列本身算不上热门，钢铁七人后的 Ghost 系列就更冷了。而这个海盗高达 Dust 要不是 R 魂之前没推出过船锚高达，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部续作。那为了完成主角间的传承，冯特的幻影高达最终还是以 V2 的形式登场了，这就给了戴哥出新胶的机会。这次的盒子真的很大啊，直接塞了3层的吸塑。之前幽灵和幻影就已经有点夸张了，这次更夸张，当然售价也自然而然的涨到了7张。我戴哥毕竟不会做亏本生意，那开箱看到占地面积最多的就是这一堆的支架了。但说实话，这些支架真的很难用啊，这看着好像选择很多，但除了这个转轴都是固定的位点，而且支架的体积太大了，后期修图也很麻烦。总之我宁愿它不给支架，价格再降一点。那接着我们来看到本体，那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完全体，需要做一些前置的搭载换装。我们先把它还原为 V2 的状态，首先要把两侧的腰刀插回去，接着是这个肩甲部分的替换，只替换左肩甲，把上方白色的部分拿掉，再用手从肩甲下面推，把这块红色的部分也给推出来。这个地方确实有点难弄，正着抠是抠不出来的，只能往外翻。那接着再拿出这块白色肩甲替换件给装上，然后再拿出这个尖端悬臂，直接插到 V2 的左手替换上。其实这个就是 V2 与之前幽灵的最大区别。那戴哥这里很明显还原的是 V2 救下亚修时第一次变形登场的样子。这里确实左肩甲是合拢的，但如果你翻看漫画后方的设定图，这左肩甲又长回原样了。这里也不纠结了，只能说戴哥在这里还是细的。那转圈展示一下幻影 V2 状态下的样子，各位觉得和设定稿有几分还原呢？那前面说到 V2 其实就是之前大战结束后漂流的幽灵高达，只不过涂层剥落，又变回了之前蜡眼的红绿配。另外腰侧延刃剑的机能还没恢复，整体米氏粒子炉的出力只恢复到原本的 75%。 为了解决出力不足，才在左手上参考迪斯菲兹加装了这个光束悬臂，其实就是赞斯卡尔帝国的那个光束竹蜻蜓了，并且也能当光束盾来使用，在埃利场偏正后还能打出光束火神炮的效果。因为用途太多，导致 V2 对它严重依赖，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改装的变化了。V2 就是一台设定上残疾的幽灵高达了。OK， 那有朋友会好奇了，幻影 V2 改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先取下之前的悬臂，然后拿出这个替换的所谓神秘盾的武装。这个盾是有可动的，像船锚高达的盾一样，也能折回成这个悬臂的形状，不过尺寸就会比之前的悬臂大一些，样子倒几乎不变。OK， 既然是盾牌，就应该安装到手臂上，那玩具内自然也是带了相应的连接件。那么装上之后，聪明的小伙伴肯定就猜到了，这就是所谓的幻影高达 V2 改了。它和 V2 的唯一外观区别就是改装了这个神秘盾，当然设定中它是冯特在独眼巨人时做了大量改装的最终完成机，不仅修复了腰两侧的火焰光束军刀和幽灵火焰枪，整机还能在无冷却剂的情况下维持1个小时的幽灵之光，并且在推进力上还上升了 12%。 其实一句话总结很简单，幻影 V2 是 iPhone 15， V2 改是 iPhone 16，虽然外观几乎没差，但内里确实是做了重大升级，所谓的综合性能达到了史上最好的状态。Only Apple can do。 那玩笑归玩笑，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可动表现。首先脖子处的关节是2段式的，低头能到45度，抬头也有30度左右，不过摆头的幅度就很小了，甚至是15度不到的范围，应该是为了变形稳定性而考虑的。不过这样的球头关节做这样的360度平转还是相当轻松的。侧平带也有些许的干涉，但也能达到90度的水平。大臂的360度转动也自然不必说。肩关节的牵引前伸也有一个超过30度的超大幅度，只不过向后是几乎没有任何空间的。肩胛这里不仅能90度的上抬，也能做20度左右的上下避让。其实这里是为了大臂根部关节有一定的上下摆动范围，而大臂的根部也是能做到360度平转的，并且小臂的前端也能做到这样的360度平转。而曲肘的部分则是常规的接近180度的折叠，手臂的可动还是挺不错的。不过腰部的可动就比较一般了，弯腰和后倾的幅度都只有20度左右，而且实际视觉效果也不是那么的明显，左右的侧摆幅度也是非常的微小，几乎只有5度，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可动的余地。那向左向右的侧平转也是做了特殊限位的，左右的最大平转也只有60度左右，前裙甲能够做到接近180度的上翻，并且还能看到内部的细节。而侧面的这个火焰枪和火焰剑复合的推进器，不仅能侧抬，也能前后的转动，甚至有一定的平转范围，并且这台的后裙甲也能上抬的。那整个大腿根部是有常规的下拉前摆关节的，即使没有这个关节，其实前踢也能做到90度。同样的侧踢也是如此，甚至能够超过90度。而后踢也是这样，能够非常轻松的达到90度。大腿根部的平转也是非常轻松的有360度。
屈膝的水平也能轻松超过150度，接近180度，挺不错的。脚部的可动比较的一般，上抬能到30度左右，向后则几乎没有。不过借助变形的关节，脚尖是可以直接折叠的。向内的接地性倒是非常的不错，能做到接近70度的范围。不过向外的话就只有15到20度左右了。另外，背包的米粒推进器是有一定的可动范围的，不仅能上下有一定的旋转，并且也能向内和向外折。其实根部就是一个有缺口的球冠。其实整体而言就是跟之前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样的可动水平其实也是完全够用了。但大家也知道，真正的卖点不在可动上，而是包括这把孔雀在内的各式武装，以及这些摆开多如牛毛一般密密麻麻的幽灵火焰特效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让幻影 V2 改变身成为幽灵之光模式吧。在前面的设定中，其实这些鬼火就是动力炉多余的能量溢出，毕竟幻影高达的机设是木星帝国对米诺夫斯基动力装置小型化成功的实验机，但因为技术太菜了，为了稳定动力炉，不得不在全身安装多台埃利场发生器。然而还是挡不住引擎的粒子外溢，在这种情况下，喷向外面的米氏粒子被埃利场扭曲，就成了鬼火。说实话，为了这个帅气的幽灵之光造型编那么一个设定，长谷川老师还是独具匠心的呀。然而到了 V2 改的时期，都能做到不需要冷却剂强行运行1个小时，但就是没想到改造升级一下引擎吗？这样也能减少埃利场装置的数量和消耗吧。总感觉开幻影就是在浪费能源，难怪外壳是绿色的，不然要说一点也不环保了。所以设定的事情啊，还是不要细想，关键还是要够帅。所谓的设定呢，永远都是为造型和剧情服务的。那幽灵之光状态下的幻影 V2 改，整个气场完全不一样了。虽然特效件的安装位置和造型都跟之前的幽灵高达别无二致，但还是要感叹一下长谷川老师在机设方面很是有天赋啊，帅爆了。头部的开脸散热造型也是和之前一样的，需要通过替换件来替换。这里要注意一下两侧的面颊部分，本身装位和塑料就比较薄，比较脆弱，我的已经白痕了。不过替换后的整体效果、涂装啥的还是很棒的。但是整体替换了这么多扎人的部分后，严重的一些干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尤其是前裙甲和膝盖这里的。当然耐下性子来也能摆出好看的 pose， 这里就结合着武装给大家展示一下吧。首先是腰两侧的幽灵火焰剑，刀刃火焰特效很大，以及由手掌释放的埃利场的屏障发生器，两只手都附属了一个。接着就是这把海盗系列我最喜欢的武器了，由村镇狂刀和翠屏碎机弩修改而来的复合兵装孔雀，简单的展开变形后就能变成枪的状态了，两个形态下的视觉张力都非常的霸道。接着是腰部两侧的幽灵火焰枪，在装特效件前需要先把火焰剑拿下来，推进的特效也不能装，要换上这个带了剑柄的造型键做填充，然后把枪扭到前方，再往内部扣上设计的特效。这把枪在设定里是用不了的，因为打出来的光束会被埃利场扭曲，于是被冯特利用了这个瞎勾巴打的特性，反而打出了奇效。最后来看到这个唯一的新规武装，把尖端的这个圆锥拿掉就能替换光束火神炮的特效了。当然 V2 的尖端悬臂也是一样能像盾一样替换的。另外怎么能少得了这个旋转屏障的特效呢？漫画中这个旋转屏障的覆盖范围甚至有机体本体那么大，挡住过很多的攻击啊。那么武装和配件也就全部介绍完了，最后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台幻影 V2 改的最后一大卖点 MA 形态的变形吧。虽然幻影 V2 的变形过程确实很奇怪，甚至我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弄一个这么丑的 MA 形态。设定上是说 MS 形态下并不适合长距离航行和突围，但这样的 MA 形态下又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呢？算了，不要深究了。我其实觉得更佩服的反而是在 R 魂的塑料框架下就能实现接近完全变形的效果。关键是变形过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变形后也没有松松垮垮的，可以说幻影的 MA 形态虽然很炸裂，但变形的部分是有经过仔细推敲的，就光这一点我就觉得比趴变形的那些强多了。哦对了，人家也不是简单的就叫 MA 形态，是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的，那就是圣锦鸟 V2。OK， 那变形后的样子就是这样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设定里最大的区别就是机头部分换成了尖端悬臂，同时这个造型也是最一开始登场冯特帮亚修挡住致命一击的形态。如果把尖端悬臂的屏障特效替换上就能还原了。当然了，也能把前方尖端悬臂替换成孔雀，还原为原来的圣景鸟形态。幽灵之光当然也是全部能加上去的。OK， 那么以上就是这台幻影高达 V2 改能聊到的全部细节了。作为承上启下的上一座男主，戏份少了，但逼格不减。虽然和男主角亚修经无敌运输处于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也不时和船锚高达交个手，但整体不论从颜值还是技术，除了最后降下作战时被亚修经打爆以外，我一直觉得幻影 V2 改要比船锚好上不少，主要是机设真的太对我胃口了。那这里也是拍了几组和船锚对战的 pose。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关注、一键3连哦，这对我真的非常的重要。